自己弄，自己怎么弄啊？我又不会装修。我会呀。主编，我大三的时候呢，学过室内设计，虽然水平一般，但是呢，画一些什么设计稿，这种简单的工作还是 OK 的。其实咱们如果不用弄得特别专业的话，自己弄弄也不是不行。主编，你看这儿，这地方也比较开阔，那咱们就做一个那种开放式的办公空间，也比较简单，我觉得效果可能也还不错。再来呢，我看看这边啊，这儿门口嘛，那咱们就挂一个黑板，做一个那种留言区，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往上写，大家进进出出也都能看到，很方便。这儿呢可以刷一个大白墙，到时候开会直接在这投影，幕布钱都省了。主编，这儿呢还有一个院子，我觉得到时候添2把椅子，咱们在室外晒晒太阳，多舒服呀！再种点小绿植，看到了心情都会变得很好。小慧啊，你这想象力也是够丰富的，这想象的也挺美好的。不过这现实是钱怎么办呀？这么大的面积，就算是最简单的装修，再加上家具，那也不少钱呢。这集团能批吗？慧姐，总不能咱们几个自己掏腰包装修吧？钱我来解决。主编，其实呢，咱们还可以再添加一个生力军。我猜到你说的是谁。我也猜到了，就你不知道是不是啊？是呀，我们是不是一个 team 的？谁呀？保密，不告诉你。无聊。所以说啊，你们一定要去看丽丽酱的恋爱小妙招，一定会成功的，好吗？哎，这个嘛，这个丽丽酱之后会给你们单独出一期视频的。好，啊，谢谢山羊不吃草来我的直播间玩，谢谢你哦。好的。下一期呢，我们一定会出一期非常有特点、非常有用的恋爱小妙招的。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喽，拜拜，下期见。公司要被收购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谁知道啊？我听说这新老板收购了好几个直播公司，最近这直播圈里都在讨论这事儿，说是会有大动作。都不知道？我上哪知道去啊？那有说咱们怎么办吗？谁知道啊？你看看现在，啊，这都下了，这是要有大改造啊！我听说这新老板正找人一个个谈话呢。啊？我看这电视剧里演的啊，这谈完话就有可能被炒了。你说像咱们这种干了没有满1年的，能有保障金吗？这个嘛，哎，这个无所谓，反正此处不留爷，必有留爷处呗。那不行，那张姐刚给我涨了工资，而且我现在都有归属感了。行啊你，怎么都用上归属感这词了？那不然呢？那张姐天天给咱们洗脑也不能白洗。张姐那是天天给你洗脑。张姐说了，我们跟公司那是利益共同体，公司挣钱，我们才能挣钱。瑶瑶，我发现你现在天天张姐说，这张姐说话怎么比你妈还管用？张姐给我发工资，那我妈只会没收我的工资。哎，丽酱，你过来。加油！呵，这就是咱们的新老板啊，这造型挺别致啊，你别说。听说是斯坦福国际大学的这个研究生毕业啊，不，博士毕业，金融大鳄，做过好几个房地产项目。这么厉害吗？可是我怎么感觉他长得不太像好人啊？哎呀，小声。哎，杨总，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怀疑什么。我们之前合作的那个以房养老的项目，经过我的包装之后，顷刻之间销售一空，那在地产界堪称成功的典范。相信我，我杨峰永远不会错。我杨峰，哎呀，是出了点问题，但是你没有任何损失啊。我到现在也一直很安全，你放心吧。对监管部门，我有一整套的办法。邱总，
您现在要包装的这个金融产品，您希望它安全可靠、值得信赖，这远远不够啊，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产品。除了我，没有人会赋予它生命。我不但要赋予它生命，我还要赋予它灵魂。我要把它包装成金钱的情人，我要让金钱疯狂地爱上它，我要让金钱驱使它的主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它，哪怕是倾家荡产，也要拥有它。邱总，邱总，邱总，冷静一点，我会尽快的让我的秘书安排我们见面的时间，好吗？丽丽酱，为你自己感到自豪吧！你将成为我们整个公司第一个神奇少女。啊？爸，你还做啥呢？我给你搭把手吧。你越帮越忙，哎，你还不如给小程序打个电话啊！我也能找着人家算了，人都不接我电话。哎呀，这小丫头啊，就是想让你哄着她。你想啊，她跟她爸妈闹翻了，从家里跑出来了，除了你这个姐姐，她还能指望谁呀？去打电话吧。喂，你之前让我跟着克罗曼这条线，还真发现了不少东西。见面了吧？什么时候见？现在吧。现在这么急？哦，我还掌握了一些华科远见的内幕。在哪儿见？日记公园江边。20分钟之后。爸，我得走了。我马上就弄好了，你吃2口再走嘛。是，你看你做那么多菜，但是刚才单位给我打电话，有个事儿特别急，必须得我亲自过去，所以今天实在是对不起啊，爸。那小家伙怎么办？哎，他再说吧，现在也顾不上他。真是对不起啊，爸，别生气，我先走了啊。不。要不我给你打包带上？不用了，爸。那个我去了也没有时间吃，对不起啊，你别生气啊，爸。我走了啊，别生气啊。哎，领导，怎么样啊？还好。克罗曼出大事情了，和华科远见也有关系。具体说说。能先聊聊我的事情吗？你的什么事情？领导，你看啊，之前的事情呢，我也认错，也道歉了，也帮你查了不少消息。可是你不能让我总是干事情，不给我指条明路吧？什么是明路？克罗曼的事情呢，我帮你继续查，你让我会中上浪潮。不可能。你答应帮我，我才帮你查消息的。这才过了几天你就翻脸不认人了，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？老徐啊，我只是跟你说不计前嫌，但是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你帮你解决工作的事情啊。那你就不害怕我回个头帮着吕健对付你吗？你最好是去找他们，你最好去回头找吕健、找吴月提，跟他们说我正在查他们。
告诉他们你取得了我的信任，可以帮他们带假消息给我，还可以把我的动静告诉他们。老徐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很早就打了这种如意算盘吧？啊，两边都帮，两边都不得罪，这样谁倒了你都能保全你自己。你能这么轻易的出卖他们，你就也会这么轻易的出卖我呀？我怎么会把这样的人放在身边？根本不是你想的这样。你不是让我给你指条明路吗？我觉得这就是明路。把这些话说给吴月婷，说给吕健听，他们不仅会相信你，而且肯定会用你，因为他们现在对我还有忌惮。这样呢，他们有什么消息，你也可以再告诉我。那我凭什么相信你呢？因为啊，你现在没有选择了，老徐。你说吴月婷这个人睚眦必报，又多疑，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他相信谁呀？如果我要把克罗曼那个会议的文件发给他，你觉得他会对你怎么样？还有吕健，当初是他把你给拉下水，又一脚把你踹开。现在最恨的人就是他吧？老徐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你自己也清楚，其实你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的资本跟我谈判。所以听我的，把这些话告诉他们，这样既可以得到实惠，也可以和正义站在一边。你真的不会在背后搞我吗？我没有理由啊，只要你不搞我，我为什么要搞你呢？这样的话，我们既清楚各自的立场，也知道对方的手段，就不要在背后搞些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了，这样不更好吗？那你现在想不想告诉我，克罗曼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吴月婷呢，之前从华科远见搞到了手术机器人的样机，而且还让他的技术团队照护了华嫖搞出了一套，还花了不少钱做了宣传片。那个我知道，搞得还挺像那么回事似的。但我听说，他们那套设备就是摆设，因为他们没有拿到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，但是他们现在投资也骗到手了，和各个医院还有科研机构还签订了合同，金额特别巨大，交货期就在眼前。如果到时候不能如期交货的话，这个事情就大了。但吴月婷不会就这么等着呀？她有什么计划？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。不过，他既然能搞到华科远见的样机，我想下一步，他也能够想办法搞到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。你意思，他在华科远见内部也有自己的人？我清楚了，老徐，你这样，你一旦跟吴月婷连上线，也让我知道一下好吗？辛苦你了。先走。我跟你讲，你别太自责了啊。华科远见这个事儿，明明就是于师给你师傅挖的一大坑。你知道于师这个孙子，他一边悄没声的将玉象投资的股份转出，另一边呢，还让你全力以赴的去协助那个原先能不说他了？我不想听了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烦不烦呀？最后倒霉的是谁？我。那他呢？你知道外界现在说他什么？料事如神，董事会对他欣赏的不得了。多好啊，说明我独具慧眼。你就是个傻子，心甘情愿给他当工具人。我跟你说，于师就是个小人，
满嘴跑火车，最后不还是怪在你身上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哥们儿，我最瞧不上的就是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。阿卡，你说我这么独具慧眼的一次又一次的看错人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我觉得你没问题，你就是太傻了，死心眼儿。后面有什么打算？老吴挖我了，真假的？嗯。去啊！去啊！老吴啊！他们那个宣传片你没看过呀？那厉害，虽然都是吹的。那我给你打赌，现在他的电话肯定被咱们同行打爆了，一堆人等着给他送钱呢。你说他们吹来吹去，不就医疗机器人吗？其实不就是机械臂吗？要论这点，是不是华科软件才是行业领先？行了行了。行了，别哭了啊！怪我行吗？来，不哭了行吗？今儿我买单行吗？啥废话？那我跟你说正事儿了啊！哎，老吴要是挖你，说明你有价值啊，那得去啊，是不是得哥们儿也带上？你说真的啊？你是不是脑子不清楚？这些人的赚钱逻辑都是一样的。你去这家公司到那家公司有什么区别啊？区别大了。于是对咱俩现在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他眼里只有那个唐若。也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。要我说啊，有好的机会就趁早换东家，树挪死，人挪活，咱俩一起挪。嗯。爸，打听到消息了。周叔去了一趟珠海，现在在澳门玩。还有谁跟他一起去的？何雨珊。他们俩好像是大学同学。他们的关系应该不只是大学同学那么简单吧？爸，您说周叔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澳门玩，这不太像他的作风啊。我们对他又有多少了解呢？别人眼里的好丈夫、好员工，但随时都会露出獠牙，背刺你一刀。小浩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那些看不清楚真面目，却又有足够手段的人。
我跟他说我累了，先回来歇会儿。他还在赌厅玩呢。啊，怎么样？恒大海没有起疑心吧？没有，他觉得我是因为认定他能进董事会，所以才跟他绑定，根本没起疑心。就他那脑子，但凡好用，也不至于输了这么多钱还不收手。反正不能掉以轻心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你还担心起我的安全来了？哎呀，我是在说啊，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赌徒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知道。怎么了？哎，又找我了，我先下去应付他一会儿啊。哎，玉山，注意安全啊！知道。几点了？应该下班了呀。没有，我陪客户在楼下吃了点东西，顺便拿外卖。好，拜拜。来，哎，伊森，我刚喝了点酒，不能开车，能不能蹭你个车？好啊。等我1分钟。你看这个唐若，谈了几天，攻城略地，抢占行业地盘。我告诉你，我死看不上他。死看不上他？死看不上。你确定吗？我死看不上。谁跟我说啊？唐若打住！漂亮，漂亮归漂亮啊，哎，我程麦克什么人你不知道？漂亮归漂亮，我死看不上。哥们儿，实不相瞒啊，我私底下在外面找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然后呢？不是没找到，不是私募基金他给不了我想要的职位啊，新成立的基金，庙那么小，哎，印个名片我出去好意思发吗？你瞎认识。去年，咱们国内新设了15000多只私募基金，你想想，咱们公司周围那些咖啡厅，一个个人模狗样。穿的啊光鲜亮丽，一交换名片啊，上面都是董事、老总、总、什么合伙人，但凡多说几句话，啥都不懂，草包。别自己喝，你慢点喝。哎。陈麦克，我呢有一个小小的梦想，以前只敢想不敢做，现在呢，我想试着往前走一步。我想做一只自己的基金。嗯？什么眼神啊？什么意思呀？不是，你再说一遍。我不说了，就当我没说过吧。不是，你早干嘛去了？现在这个行业啊，私募基金遍地开花，鱼龙混杂，是人不是人都进来擦一脚。你的能力，我的社交，弄谁不行？太行了。那我再给你仔细讲讲我的想法。我是想啊，咱一开始不要把它弄得特别的大，咱上来就投种子轮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还没想好，但是那个名字我已经想好了。就叫银辉投资。
草字头。赢。灰。灰。投资。投资。算算啊，加点吧。你别喝了，别。一点点。一点点。我得算账。你算账，你算。算算啊。要是不算退出收益，咱们单1年基金认缴总额2%的管理费。行，一大笔钱啊！大哥，我现在在跟你聊我的。大哥，我真服了，就是现在呢，在跟你聊梦想，聊理想，你能不能就是试着陪我在空中稍微飘那么一会儿？你能不能别马上就落地的？哎呀，钱，哎呀，这收益，这，你就陪我飘一会儿不行吗？你别给我上高度啊！人，是不是得先有人生，先有价值，再有人生观、价值观？哎，咱们上点募资。上点募资去，你肯定想好。你前一阵子不是总帮那个于氏募资啊，联系 LP 啥的吗？你再往前，你跟老吴认识那些大佬，这都是机会啊，用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不要再跟我说玉石了。还有，那些都是玉香投资的积累，跟我没关系。第一呢，我江一迪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做不到。第二呢，程麦克，你不会天真的以为这些资源我说撬就能撬吧？张姐，我告诉你，你哥们儿不用你上，我上，我无所谓，我一个快辞职的人，我管他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把那些名单给我，我去联系。不行。银辉投资要避开玉香投资的赛道，不能重合。江一迪，江总，哎，江总，哎呀，江总，咱们挣钱得趁早，咱们得尽快把这个事儿做成了。你知道资本市场向来都是变化莫测的，搞不好一转眼熄灭了。程麦克，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就算它熄灭了，我江一迪也会竭尽所能的帮你点燃的。我就是想走一条少有人走过的，或许会比较艰难的路。我就想看看它成不成。我就是不想走捷径。如果我师父在的话，他一定会支持我的。你知道吗，程麦克？我特别想我师父，我想我师父想到，我都不敢去想他。我觉得我对不起他。所以，我师父没有完成的。
想替他完成，我想我背着我师父的梦想一起出发。我就想试一试。上去坐坐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。一会儿有安排。对，我约了几个朋友玩牌。几点啊？差不多到了吧，没事我赶过去就行，来得及。你要是想避嫌，你就明说，不用这么敷衍我。你一般只会在周末才约人打牌，打牌的时候你必定会带那款老款的宝波表，这点习惯几乎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幸亏是我的下属，不是我的对手。伊森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投奔你？我从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。首先，你选择在普航发展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。除了我们两个人的交情以外，我相信玉象投资所给你开出来的条件和你未来的发展，这个才很重要。你在回避话题。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非常健康，而且稳定，没必要改变，真的。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上下级关系。但如果你要认为是朋友的话，也可以。哎，等会儿。我欣赏你的能力，也欣赏你的魅力。我更欣赏你能够用你的魅力去达到目的这种手段，仅此而已了。好，那江一迪呢？你对他也这么看吗？我们的谈话为什么要提到他呢？因为你对他不一样。伊森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人生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瑕疵。江一迪在华科远见这个项目上有很大的嫌疑，你不仅不追究他，甚至还护着他，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这是你平常做事的风格吗？我的事情还是由我自己来处理，好吗？你没有必要去纠结在这些细节上。还有就是华科远见这个项目，你付出了很多，但是所有的结果都会体现在你的绩效奖金上。我对员工是公平的。你知道我想要说什么，你不用刻意的逃避话题。有些事情我看得很清楚，是江一迪是不错，人设也经营得很完美，也不是初入职场的新人了，看着还有点单纯，做事情看着也挺努力，虽然手段有点拙劣，可是这样能更好激起你们男人的保护欲是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是在夸他呀。你看，之前我听说吴叶婷对他格外看重，包括你，你不也是对他跟对别人不一样吗？我都想替他鼓掌，真是高手。你知道他怎么搭上袁生那条线的吗？你猜猜看。他去跟王东宁相亲啊，真有一套。我都没想过这一招，我确实不如人家。唐若，哎，猜测都是猜测，你刚刚说的这一切都是猜测，对江一迪不公平。同样，别人如果在我面前猜测你，我也是会这样，不公平。我允许我的手下良性竞争，没有问题。那如果变了性质，有了敌意，不行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不要去触碰它。我在实话实说。好，就算是我猜测，就算我是在闲话八卦，我也请你想一想，我刚刚说的这些话有没有点道理呢？然。
没跟他吃饭，小家属没不高兴吧？那倒是没闹，就是他说在路口看到你的车了，跟你打招呼，你也没理他。可是刚才吃饭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讲，没吃2口就回房间了，说是没胃口。那也没办法呀，我太忙了，怎么办呢？过几天吧，过几天再去看看他。没事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有办法哄他。行，那就拜托你了吧。然后你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啊。那你也早点睡，别太晚了。好嘞，拜拜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什么叫我怎么在这儿？我不能来看你啊。走，回家。愣着干嘛？走呀。你怎么进来的呀？那我大堂进不去，这地库那口那么大，又没人拦我，我不就走进来了吗？你走的车库进来的？那多危险呢！也不危险，我溜边进来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也不打给我？什么不接你电话也不打给你？陈建真都告诉我了，你跟他们闹翻了，从家里跑了，是你答应了，说告诉我每天在我的监控下每天跟我报备，人家才相信你的。我可是这么长时间也没见着什么人找我给我报备呀。你这会儿想起我来了？那您可是大忙人啊，我哪敢给您打电话呀？那不给你添麻烦吗？过来过来，别直往里走，换鞋，那个脚底下那么脏。我知道了，怎么回事？你根本就没有见到我工作什么样，我那是很忙，非常忙，相当忙。那我可不管，你之前答应过我的。而且你是我姐，我那么相信你，我什么都告诉你了，结果你呢？还说会跟妈替我求情，我看你根本就不关心。逻辑挺强，嘴皮子还挺溜。遗传。你要把这些用到学习上，差不了。喝什么呀？牛奶吧。哎，姐。我喜欢你那浴室，还能看电影，还能听音乐呢。都华而不实，从来不用。那也比我那老房子好多。我那洗澡跟浇花似的，就一点。你这有没有过期啊？都。放心喝吧。哎。这火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你把手伸里头试试。才不伸，想害我。这夜景不错哎，你让我看了还。你这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。我看看怎么了？我之前不是没仔细看吗？这都几点了？这外边怎么还亮这么多灯啊？他们还在加班啊？都很拼的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啊？至于这么卷？姐，干嘛呀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好好回答我。我什么时候不好好回答了？就在你眼里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淘？反正，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还挺失败。这毛还没长全呢，就这辈子了。你刚多大点儿啊？总结墓志铭了呀？不是，我就感觉我特别迷茫。你迷茫就对了，30而立，40才不惑呢。你们这岁数就是迷茫的岁数。你听我说完。就是我觉得，我从小到大。就我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，我应该去做什么，因为所有的事情，你看，都是妈跟爸安排好了，喂到我嘴里的，等于说，对不对？那我不迷茫谁迷茫啊？陈建真呢，控制欲太强，而且吧，他对你有点格外的担心紧张，可能跟他岁数大了才生你有关系。就特别怕受伤啊、吃亏呀、有什么意外呀。对，但
但你说，我要告诉他我的想法吗？这个我觉得得把握着来。他一辈子这么大岁数了，很难改变的。你说你一下突然跟他说通了，不太好说。主要是我一直就想做个普通人，我想做个快乐的普通人，我不想考虑别人的眼光，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活着。